害羞的女嘉賓相親為何親友團是這樣的狀態？好帥啊！你好，我真的好帥。面對兩位不同類型的女生，小鮮肉會如何選擇？這個有點突然，我覺得還是讓我稍微考慮一下吧。面對女閨蜜火辣辣的告白，她會不會接受呢？我覺得我倆的性格還是比較相近啊，能否給個機會就相處一下？女閨蜜如願以償了嗎？為什麼2次相親她都情緒失控，眼淚背後有什麼隱情？其實我也挺謝謝凡人遊戲那個欄目組的，也謝謝那個男嘉賓。男嘉賓為何又是這樣的態度？因為的話，可能我這個人比較物質，來大城市肯定是想當個大款啊，對吧？他說的是真心話嗎？凡人有喜馬上為您精彩呈現。哇，我觉得对以後這個家庭特別好，為什麼呢？是因為他從事的工作是跟做校服有關。哎，是不是覺得這個職業很生疏啊？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認識一下我們這位帥帥的男嘉賓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思浩，今年24歲，身高1.72米。我現在是做校服售後工作，月收入大概在4-5千左右。本期将有男嘉賓王石浩，24歲，身高1.72米，校服售後，月收入5000元左右，婚姻狀況未婚。我性格很開朗，比較陽光，平時喜歡一些戶外活動，比如說爬山啊、騎自行車啊。在空閒時間也會出去旅遊，但是有時候我也會安安靜靜地坐下來看下書。今天的男嘉賓石浩外形帥氣，性格陽光，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十分討女孩喜歡呢？我有2段情感經歷，然後都是在大學的時候，第一段時間比較短，第2段是持續到工作以後，後來由於我們2個經常不能見面嘛，最終也失敗了那段感情。有過2次感情經歷的男嘉賓，這一次來參加凡人有喜，對另一半會有什麼樣的要求呢？我對女嘉賓的要求是，都希望對方是一個勤奮、善良、有上進心的女孩。我不喜歡那種自私的、懶惰的、很裝的女生，而且我不太能接受女嘉賓養寵物，因為我對動物的毛髮過敏。綜合來看，王先生的擇偶要求是：1. 勤奮善良有上進心； 2. 不喜歡自私懶惰和作的女生； 3. 不能接受養寵物的女生。根據石浩的要求，我們為他物色到了一位勤奮善良的女生周小姐。大家好，我叫周希，今年22歲，來自合川，身高160，我的工作是化妝品銷售員，1個月工資3000多。本期將有女嘉賓周希，22歲，身高1.60米，化妝品銷售，月收入3000元左右，婚姻狀況未婚。我是一個比較內向的性格的人，但是我特別喜歡旅遊和爬山。去過很多地方，比如說廣州啊、四川啊、貴州啊那些省我都去過的。以後找到的男朋友，我也希望他能陪我去做我喜歡的那些運動。女嘉賓外形清秀，而且2人都喜歡旅遊，看來很是般配喲。我希望我能找到一個就是性格比較開朗的，因為上一段感情嘛，那個男的比較內向，因為我也是比較內向的，我想找一個互補的。工資至少5-6千塊錢以上嘛。綜合來看，周小姐的擇偶要求是：1. 性格陽光開朗，與自己互補； 2. 工資5000元以上。周小姐的要求，男嘉賓都完全符合，2人的匹配指數高達80%。俊男靚女的組合會產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呢？你好，石浩，你好，你好，主持人。哎，來，這個還沒有見到你的時候，就已經見到了你的照片。照片和真人怎麼樣嘛？就是都帥。我比較擔心，就是你樣子看起來這麼年輕，young，會不會就是說會恐懼婚姻，或者說有小孩？反正我現在也已經到那個法定結婚年紀了嘛。然後我覺得，如果說能遇到合適的，就近2年，我覺得也很 OK。然後小朋友的話，我是特別喜歡的。啊，
啊，太好了，暖男哈。来，10号，你看一下这个呢，是我们的爱情约会大转盘，也就是說你會通過它來選擇你今天的約會地點。會轉到哪兒啊？覺得山上。山上，咖啡廳。誒，要家呀！家呀，要去你家呀！記者，我感覺好突然啊！你媽媽在家嗎？不在吧？但是我覺得可能有點不方便，有點遠。然後，能不能這樣嘛？去我們公司嘛？我也想讓你們和那個女嘉賓看一下我工作的環境。一看就是一個很熱愛工作、對未來很有規劃的男孩子啊。那個好，我反正覺得這個沒有問題，你覺得 OK？如果女嘉賓覺得沒有問題的話，我們待會兒約會的地點就在你們公司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嗎？你不怕同事看到你未來的女朋友？不怕，反正遲早都要見嘛。如果說真的那個，接下來呢，馬上就要進入到我們今天的約會時間，我們會把女嘉賓帶到10號工作的地方，看一看他們的約會情況。好，周希，現在你的身後呢，就是我們男嘉賓工作的地方。剛才呢，我們的編導也跟你交流得很清楚，他呢是做跟校服有關的工作，所以呢，除了是位帥哥之外，還很喜歡小朋友。會不會有個這樣跟你說，對他印象分就特別好？會。這位呢是我們女嘉賓的閨蜜，她呢會跟我們女嘉賓一起先上去看看男嘉賓。如果男嘉賓沒有過你親友團這關，你會怎麼辦？我會在我閨蜜的面前是不幫他。好，來，我們先上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我們先要悄悄的喲。你看，這就是他們做的這個校服，是不是跟我們以前穿的校服都區別很大？每次看到這種漂亮的校服，就會在想，為什麼我們讀書的時候沒有這樣，對不對？小心一點，因為我們要偷偷看一看他，真的超級帥，而且還有小酒窩、小鮮肉那種。先擦擦你們倆的口水。我發現你的親友團比你還想見到男嘉賓。看，女嘉賓攜親友團在特派員的領導下，想要偷偷觀察男嘉賓。眼前這位是男嘉賓的同事，那他們在見到真正的男主角後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？好好看，還百褶裙。我蹲下，看到沒有？看到了，是不是有小酒窩？請你把口水擦一擦。我第一眼看到男嘉賓的時候，感覺他特別帥，特別陽光，是個暖男型的。但是啊，我個人比較喜歡大叔型的。你要進去打招呼嗎？哎，算了吧。啊？算了吧。算了。沒想到面對近在咫尺的男嘉賓，女嘉賓卻不願意見面。難道是因為男嘉賓不是大叔型的？去啊，怕什麼？我去啊。咱們耿直的女閨蜜決定親自出馬會會男嘉賓。嗨，你好，好帥啊！你好，我真的好帥。我是你女嘉賓的那個朋友啊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很帥啊，會說啥子哦？你還能夠正常的說話嗎？哦，不能啊，不能了。你不能正常的說話。哦，對，你臉紅什麼呀？他臉紅什麼呀？你就是一個親友團而已。啊，今天見到男嘉賓，我覺得啊，確實長得很帥。我不知道這個節目有這麼帥的。我一直以為就是可能30幾歲嘛。女閨蜜，你的反應是不是太熱烈了？好在經過她的一番打探，害羞的女嘉賓終於在特派員的陪同，決定跟男嘉賓見面了。你可以正眼看他的，我們不收費。就是女嘉賓嗎？這位就是女嘉賓，剛才那位就是看到你不能自已的是女嘉賓的親友團。我叫主席。我叫王10號。你好，女嘉賓。你要繼續見面嗎？看一看再說吧。那個已經從精神上殘疾了的人，請進來一下。
好，這個10號，我正式的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男嘉賓，非常的優秀，非常的帥。那接下來呢，就是我們的約會時間。如果再這樣一直站下去的話，我估計這2個人還是這種狀態。我對女嘉賓的第一印象啊，我覺得她應該是一個很文靜的女孩，然後感覺她還是比較靦腆。她的那一位閨蜜，當時才見面的時候，確實把我嚇到起了。我覺得她特別活潑，讓我當時很害羞，很手足無措。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看今晚的《凡人有喜》，我是情感觀察員肥桃。今天的相親呢，就是校服廠的邵董和花痴少女以及她的閨蜜的相親故事。哎呀，為什麼要這麼講呢？明明相親的對象應該是那位斯斯文文的女嘉賓呢，但是我真的覺得女閨蜜實在是太搶戲了。女閨蜜就只有一個戲份，扮演了一個花痴，不停地對着我們的男嘉賓流口水，然後男嘉賓就負責在那裡閃耀就好了。男女嘉賓總算是見面了，他們的約會之旅又會如何展開呢？團的那塊區域是我們的一個會議室，然後那一塊是同事辦公的一塊區域。那一塊我們是一個小型的放樣衣的一個衣櫥。可以看一下，你們覺得我們那種風格怎麼樣嘛？我們是一種英倫風格。很好看。對，你們以前都是讀書的時候也有校服噻？对有。但是我覺得我們那的時候好像應該都是運動服那種吧？很大的那種。對，而且每次都是應該要的也比較大，然後想可以多穿幾年。回到学生时代，如果穿校服，愿不愿意穿我们那种校服嘛？愿意。要不你们选2套，或者我给你們搭配一下，你們也去試一下嘛。那有點不好意思，很麻煩。沒得事。要的嘛。2人的氣氛總算是沒有之前的尷尬了。10號為女嘉賓準備校服，期待他們的華麗變身。很遺憾，所以我明年準備在你們這兒訂個10來套衣服，然後準備一個校服生日 party， 對，過一下癮，真的好好看。我喜歡這個裙子，但是我覺得像我穿的話，我會把它再剪得更短一點點，會好一些。經過互動的男女嘉賓會不會不再那麼陌生了呢？女嘉賓你是不是比較內向一點哦？我看我們整個過程當中，好像你對我也沒得好多話呀，我們也沒得啥子交流的。喊我有點緊張，喊我閨蜜一起來嘛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內斂的周小姐還是不好意思叫來閨蜜助陣，會不會對她有些幫助呢？男嘉賓，你對我閨蜜就對她的印象如何吧？對她的印象挺好的。我覺得她是一個比較文靜、比較內斂的女孩子。那你對我的印象是如何的呀？對你嗎？對呀。覺得好哥們兒。我朋友性格比較內向，我覺得他有點 hold 不住你。你是覺得哪方面 hold 不住我？主要是他平時嘛，說話呀什麼的，就比較給人一種安靜的感覺，就不是太喜歡的出去。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吧，就是比較宅一點。對，宅女。經過閨蜜的活躍氣氛，女嘉賓終於願意開口了。那你覺得像我那種內向的和那種外向的在一起，會不會覺得很無聊啊？是也不一定吧，我覺得內向和外向有時候也可以互補噻。比如說一個人在說，一個人可以當傾聽者噻。我覺得性格比較外向啊，是不是異性朋友特別多喲？異性朋友啊，是有一些異性朋友，因為我的朋友也和我一樣，都是比較外向一點的，然後都玩的還是挺瘋的那種，確實有這種情況。男嘉賓的朋友確實比較多，從女嘉賓的表情可以看出來，她對這個答案明顯的不滿意，現場氣氛有些尷尬。接下來的相親會怎麼樣呢？剛才呢看這個樣子哈，我們女嘉賓太內向，然後感覺有一點點融不進咱們男嘉賓這個圈子啊。到目前來說，我和女嘉賓的交流也比較少，然後感覺女嘉賓和我聊的比較少嘛，我也還不是太了解她。所以呢，你們今天的見面就這樣了嗎？
我觉得我还是可能比较适合性格大方一点的、大大咧咧的女孩子。不要笑得那么开心，不一定是你。听一下我们女嘉賓現在內心的想法。覺得他性格太外向了，hold不住。我從男嘉賓說話呢都看出來了，他是一個比較開朗的人。但是啊，我又覺得個人融入不進去，我還是喜歡成熟型的。男女嘉賓都覺得互相不太合適，今天的相親就到此為止了嗎？他剛才說，如果你相親沒有成功，他可以試一下。你的機會來了，如果他失敗了，然後你就繼續，是這個意思嗎？繼續打醬油。可以繼續打醬油。好，我的閨蜜沒有相親成功，但是我覺得，可以私下一起玩啊。好，我要徵求他的意見。這個有點突然，我覺得還是讓我稍微考慮一下吧。其實真的不是玩笑啊，剛才有些話是玩笑，但是認真的時候還是認真。我覺得呢，既然兩位都來了，都是單身，我覺得任何人都有機會，只是說這個機會看我們怎麼去創造。那現在呢，我覺得有必要給幾位都一個思考的時間。從男嘉賓的聊天中，我覺得他喜歡的是那種就很開朗的嘛。我覺得我可以為自己爭取一次。今天一見面，女閨蜜就對男嘉賓的外表驚豔到，在好朋友沒有成功的情況下，她決定為自己的愛情爭取一把，結局會怎麼樣呢？我今天本來打算買玫瑰花的，結果沒有，我就隨便摘了一朵，來送給你。我看你今天工作了一天嘛，也比較辛苦啊，就這個收下啊。我覺得我倆的性格還是比較相近啊，能否給個機會就相處一下？說完了吧？我說完了。好，來，請把話筒還給我。我好喜歡你的個性哦，真的。我們來，站近一點點。站近一點，大家有沒有看出來啊？這個女生的方向從今天一開始到現在，永遠都是45度角。面對我們男嘉賓，就算我說要並排站，她還是要45度角仰望他，然後有酸奶有花。她把告白的話已經說完了，現在我就說最關鍵的話。如果我們的男嘉賓接受你這樣執着的追求的話，那麼他會喝一口酸奶。接下來選擇權利交給我們的男嘉賓，到底這個酸奶和康乃馨會留下，還是扔在地上？我們拭目以待。我不忍心看，我要閉眼睛。3、2、1，請選擇。對不起。我覺得你這樣的女生就是應該被值得去愛那種。為什麼？因為她很善良、很單純，個性很好，你跟她在一起完全不會遇到有公主病的那些問題，對不對？對，所以你是很好的，是不是？對呀。好，今天你就這樣想，我只是來打醬油的，就算你不要我這瓶醬油，那是你的問題，你這盤菜永遠炒不好，不好吃。對不對？對，好，所以呢，你也大膽的給自己自宣一下，說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男朋友？我想要一個小鮮肉。好，我們凡人遊戲一定幫你解決這個問題。那今天呢，節目的最後呢，理所當然的沒有牽手成功，因為這明明就是兩個世界的人。男生呢好像自帶主角光環哈，非常的閃耀。我覺得男嘉賓呢，我也沒什麼建議可以給你的，你就好好活着就行了。那麼兩個建議呢，是給我們今天的兩位女嘉賓的。第一個是什麼是美？為什麼要這麼講呢？首先，我們今天的正牌女嘉賓，當然她後來已經沒什麼存在感了，全部被她的閨蜜搶去了戲份。但是我要跟你說的是，你很瘦，很瘦呢，本身是一個優勢，但是呢，感覺就是比較缺乏活力。建議你把那個髮型改一改。那麼對於我們的女閨蜜呢，其實你的外形條件真的不差的，我仔細觀察了哈，個子夠高，然後皮膚也非常白，臉型也很好，但你有很多細節，就是你在你閃耀光芒的王子面前，你是一個充滿了瑕疵的人。比如說眉毛、眉形完全是可以去修理一下的。比如說你有很多不太美的面部表情，我不明白為什麼你看到男嘉賓就會那種流口水，你知道嗎？就是那種不停的舔舌頭，那個真的會讓你顯得一點美感都沒有。你本來是個很可愛的少女的，我覺得即使再喜歡自己的王子，也應該
私下裡訓練一下自己。我覺得任何未經訓練的美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美。第二個就是你的優點，我覺得今天的男女嘉賓呢，完全被我們的男嘉賓所震懾。其實不管你見到怎麼樣優秀的男子，即使你內心真的是被他震撼到，但是還是要拿出你自己的自信和你的優點來。今天我完全沒有看到你們說出你們自己任何的優點，你平时你们是做什麼的，你們的愛好是什麼，然後你們有什麼東西是拿得出手的。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優點的，但是你們今天完全被光芒籠罩，讓人覺得非常的遺憾。希望以後在生活當中不要忘了我說的這兩個建議。什麼是真正的美？訓練自己，你的優點，任何時候哪怕你見到真正的王子、真正的女皇，也不要忘了展示你的優點。為什麼2次相親他都情緒失控？眼淚背後有什麼隱情？其實我也挺謝謝凡人遊戲那個欄目組的，也謝謝那個男嘉賓。男嘉賓為何又是這樣的態度？因為的話，可能我這個人比較物質，來大城市肯定是想傍個大款啊，對吧？凡人有喜，精彩繼續。好的，馬上進入到我們今天的第2輪相親。大家即將見到這位女嘉賓呢，是曾經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的一位女嘉賓，所以大家看到她的時候呢，一定會覺得非常的熟悉。曾經呢，有過一段非常非常忐忑的情感經歷，不知道現在的她狀態會不會好一些？接下來我們一起去認識一下她。大家好，我叫陸梅，今年22歲，身高1.56米，自由於身體原因，現在一直是待業。本期交友女嘉賓盧梅，22歲，身高1.56米，待業，婚姻狀況未婚。大家是否對這位女嘉賓比較熟悉呢？盧小姐半年前也參加過凡人遊戲，她是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，性格孤僻。當時對男嘉賓的要求是：1. 有孝心，脾氣好；2. 身高在1.70米左右；3. 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；4. 長相一般，脾氣不要太暴躁。根據他的要求，我們為他物色到了一位男嘉賓程先生。程先生自己經營一家2手家電門市。現目前的行業是自己開了一家2手電器門市。可是，一見面，女嘉賓就因為見男嘉賓的車程太久而崩潰大哭，對這次安排非常的不滿意。我們女嘉賓完全不搭理，現場的氣氛瞬間冰凍。我本身我自己我胃都不是很好，然後我1號才做了胃鏡的。經過特派員的一番勸說，終於同意繼續相親，但是因為程先生性格太過於內向而相親失敗。男嘉賓人呢還是一個老老實實的，看上去也踏踏實實的，都是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內向。這次再次參加凡人遊戲，他的擇偶要求有什麼變化嗎？上次相親那個男嘉賓，他人是很好，但是由於太內向了，根本都無法溝通。再次來到凡人遊戲，還是想找一個比較活潑點的，然後性格好一點的。綜合來看，盧小姐的擇偶要求是：1. 有孝心，脾氣好；2. 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；3. 性格活潑開朗。根據女嘉賓的要求，我們為她物色到了一位性格開朗的男嘉賓龔先生。龔先生的要求，他能達到嗎？大家好，我叫龔俊偉，然後我今年25，然後性別男，我現在在一個南平會展中心那邊上班。本期交友男嘉賓龔俊偉，25歲，身高1.72米，商務顧問，月薪4000元左右，婚姻狀況未婚。我一個人性格愛好很廣泛，比如說最喜歡的可能都是旅遊嘛。我一個人情感經歷很少，大學的時候只談過幾場戀愛，然後性格不合嘛，然後就分手了。我想找一個平淡的吧，能過且過吧。兩人條件基本符合，匹配指數80%。接下來相親會怎樣進行呢？接着往下看。Hello， 陸梅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見。好，聽說你最近是剛剛又動完手術啊？啊，對頭，身體一直都不是很好哈。上次好像我聽我們編導說也是，身體不太好，然後剛剛動完手術。我覺得可能人在某一個時間的時候，好像就是特別的不順。
但是我觉得呢，至少说你有勇气站出来，再次来到我们節目當中，從此以後會越來越好的哈。那再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，那個梅梅有什麼想要告訴大家的，或者有什麼樣的想法？今天兒也是個特殊的日子嘛，今兒正好是我過生，想在今天特殊的那個日子裡面遇到一位有緣人嘛。今天是你生日啊。對啊。我們首先呢，還是要祝我們的女嘉賓生日快樂。那接下來呢，梅梅來選擇一個你今天想要約會的地方，來轉動約會大轉盤。停。今天我們梅梅約會的地方是在這個咖啡廳啊，好適合過生日啊，高不高興？肯定高興了。你生日的時候，你最希望今天的男嘉賓帶着一份什麼樣的禮物來見你？那個禮物只要是男嘉賓送的嘛，都很期待嘛。好，那接下來咱們今天就高高興興過生日，快快樂樂去相親哈，加油加油！我可以叫你小胖嗎？別，那怎麼叫？那我就這樣吧，叫你俊偉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俊偉同學，因為今天呢，你要見的這位女嘉賓正好是她的生日，現在呢，她在上面的咖啡廳等你，所以呢，你即將和她開始約會時間。我也不知道做什麼，然後我可能就是比較方吧。看來咱們這個俊偉是不太會有浪漫的一個男生，直來直去。沒關係，反正呢，接下來的約會時間是交給你的，不管用哪種方式，你喜歡就好。此時的女嘉賓正在樓上等待，兩人即將見面。而面對如此活潑的俊偉，他會有什麼反應呢？你好，我叫龔俊偉。然後剛才那個女主持說你在樓上，然後我就上來了，然後聽說你今天生日，然後我也沒準備什麼。我第一印象還是挺好的，比我上一期那個男嘉賓是要活潑開朗些。梅梅對男嘉賓印象還不錯，可是卻顯得有些漫不經心。難道是因為男嘉賓沒準備禮物，他不高興了？面對不搭話的女嘉賓，男嘉賓只好向編導求助了。為了拯救男嘉賓，編導告訴他可以先給女嘉賓點杯飲料喝。你想喝點什麼？紅棗黑桃熱飲。男嘉賓下樓去為梅梅買飲料了。趁着這個間隙，我們也好想了解一下，為什麼梅梅一直不太搭理他。好，現在男嘉賓下去給你點喝的了哈。我特別想問一下你，梅梅，其實我們也算是老朋友了啊。實話哈，我真的覺得你每次來參加節目的時候，都對男嘉賓特別的冷淡，包括今天這位男嘉賓，你也很冷淡，有點不習慣。你是不是覺得他沒有準備生日禮物會？沒有，我只是覺得有點那個有點不好意思嘛。我覺得這樣哈，就是不管說相沒相成親，我覺得有一點，你看你能不能試着去改變一下，就是說我可以不對一個男人特別的熱情，但是呢，我覺得基本的禮貌啊，或者說在某些適合的場合，還是可以大膽的去聊天就沒有問題，不然的話你會給他造成一種錯覺，就是說，哎，這個女嘉賓是不是不喜歡我呀？或者她有什麼心事兒呀？又或者說是不是之前的感情沒理清楚，又來參加相親啊？要的。好，我估計他馬上點上來了。我看你要把那一杯飲料都灑完了。第一次見到她，然後覺得其實女嘉賓看她手上有紋身啊，這些覺得哇。這肯定是有故事的女人。女嘉賓可能呢有一點點的害羞，所以呢可能主動一點啊。我也有點害羞啊。在特派員的幫助下，男女嘉賓總算是能坐下來好好聊天了。咱們認識哈嗎？好的。然後我叫陸梅。我叫龔俊偉。主要是今天我有點害羞，剛剛。沒事，我也個人也比較內向。
可能一个人不善言語表達，然後我是人來熟那種，剛開始有點害羞，過後就好個了。我想問一下，你從事的啥子工作啊？我之前是從事那個自己在開店兒，然後由於身體出了點狀況嘛，目前是待業。現在的一份工作都是搞銷售噻，我覺得搞銷售這塊的話，不能出身啊，也不能那些時候，反正只要個人有那個本事，然後都能成功的。現在月收入2000塊錢，租個房子800多，然後一個月生活費可能省吃儉用勉強夠用吧。然後反正覺得萬事開頭難吧，後面就好很多。我說的不是無對也好，我說的都是真人真事。沒有，我一個人比較幽默。你現在是從事銷售行業哈？啊，對。然後因為目前我是處於那個待業當中，然後我是單親家庭。我是跟到起我們婆婆長大的，然後之前是自己因為出生社會有點早嘛，我16歲開始出來工作噻。反正開店兒自己打拼也打拼了有2-3年，然後就是年前的時候，由於身體出了點情況嘛，然後都把店兒轉出去了。現在呀，都是也準備再休養幾個月，再慢慢的從頭再來。兩人簡單的介紹了自己的情況，可是接下來的聊天氛圍卻讓我們覺得有些怪異。可能家裡條件不是很好，沒房沒車。比如說像我穿的衣服嘛，然後就是本身都是破洞，這是真的。因為我的話，可能現在連自己都很難養活，然後家裡還有一點外債，然後還要可能等以後起來了，還要去供弟弟妹妹讀書，還要去還賬，這些可能壓力比較大。你怎麼想？如果說我們兩個人合適的話，我也會選擇跟你一起努力啊。首先第一要承擔很多外債，還有弟弟妹妹的讀書費啊之類的。那我也有負擔啊。你的負擔是什麼？我們婆婆。可以啊，到時候你如果不介意，可以在我們那農村去挖挖地啊，放牛啊。我家還是有2頭老母豬的。跟那個男嘉賓兩個也交流了那麼久，然後我覺得他那個人有點不上心，然後我覺得那個男嘉賓有點吊兒郎當的。我想找的還是想找一個那種有上進心的，然後活潑開朗的，也不要太那個油嘴滑舌了嘛。天哪，我覺得今天的第2對嘉賓的相親非常的艱難，因為他們很快就開始了比慘模式。男嘉賓呢是坐在那裡不停的訴說自己的家裡是有多麼的困難，然後女嘉賓呢也不甘示弱，開始說我是單親家庭長大的，由婆婆帶大，16歲就進入社會，然後打拼到現在，前段時間身體還不好，還關了店，所以我們真的是一個比慘節目。現在男女嘉賓呢已經夠慘了，他們接下來會有怎樣的遭遇呢？是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，因此就結為一對呢？不知為何，原本聊天內容還挺正常的兩人突然切換到比慘模式，男嘉賓甚至還說出了這樣的話。因為的話，可能我這個人比較物質，因為我是農村的嘛。我也是農村的。就不想再過那種農村生活了。然後肯定是想來大城市，肯定是想放個大款啊，對吧？那是不是叫放個大款？雖然說我長得很矬，這與他上節目前告訴我們的情況不是很符合。在跟編導的一番交流之後，他終於說出了實情。不知道是他對我沒有好感，還是因為什麼的。剛開始跟他坐在一起的時候，然後他有點冷淡，感覺有點熱臉貼冷屁股的感覺。原來忙了一天的男嘉賓匆匆趕來相親，卻遭到了女嘉賓的冷落。為此心生不滿的他才說出了以上的話，想要盡快的結束相親。最開始他覺得女嘉賓的那個傲慢的態度讓他覺得內心很刺傷。一個急匆匆下班過來錄節目的人真的是已經很疲憊了，但是還是希望拿出最好的狀態來面對女孩子。結果這個女孩子坐在沙發上，傲慢的像女皇一樣對他愛答不理的。在那一瞬間，男嘉賓的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，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瘋狂的人。讓我拿出我最爛的一面，我看你能不能接受我。那面對女嘉賓，她真實的想法又是什麼呢？說句實話，然後我對這個女嘉賓可能不是沒有那方面的想法，我也很同情她，
因为我不想同情就跟他牵手成功，我觉得这樣對他傷害很大。所以你確定你自己心裡的想法是對他沒有想要繼續發展的這種意願？對，他很不容易，16歲就出來了，然後可能經歷了一些我們很多人就沒經歷過的事情，然後對他的話可能沒有太大的喜歡。就是能不能商量一下哈？因為愛情我們確實不能強求，但是哈，我覺得梅梅今天也做了很多改變。以前她來參加節目幾乎是不說話的，很封閉自己。你看她的成長經歷造成她今天這樣。我覺得她今天既然願意把她心裡的話說出來，我們能不能以一種比較委婉的方式去結束今天的這種見面？這樣的話，我覺得至少說可以對她內心的這種傷害程度小一些。那這樣吧，我們去給他買個蛋糕，要不給他一個 surprise。對，給他過個生日。OK。好，那這樣你去準備，我們在上面安排一下。好的，我先去準備一下。雖然男嘉賓不太滿意，但是男嘉賓還是決定給女嘉賓準備一個驚喜。從來沒有過生日的梅梅，在面對這份祝福時，會有怎樣的反應呢？因為就是剛才準備個蛋糕，但是這麼暗了，我也不知道哪裡有了，然後可能這個有點奇葩，但是我可能就像今天晚上一樣，就是讓你難忘吧。好，生日快樂！好，謝謝。梅梅高不高興？高興。是不是沒有人這樣給你過生日？他是第一個。許個生日願望再吹蠟燭。我要給梅梅加分，為什麼呢？從第一次來上節目不願意說話，到現在願意，好了，來起來，願意把我們當成朋友一樣，說出你自己心裡的話，我很感動，真的。所以接下來這個有意義的生日，我們還要為你唱首歌哈。好，生日快樂，跟我們編導一起啊，預備起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只能說買這樣一個小小的蛋糕給你，但是真的這個蛋糕雖小，情意很重。好，嘗一口。甜嗎？我們的女主角還是要說兩句。其實我也挺謝謝欄目凡人有喜那個欄目組的。我那個大的是我第一次過生日，也謝謝那個男嘉賓為我準備了一個也算是一個蛋糕嘛，挺謝謝他的。你想知道我想對你說什麼，妹妹？就像這樣，保持着相信周圍的人，快樂的去面對生活，面對每個人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們的男女嘉賓也要對今天的見面做出一個決定哈。所以呢，我們的男嘉賓、女嘉賓還有什麼樣的話？都可以講出來，但是我覺得不管今天是什麼樣的結果，對於梅梅來說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天，好吧？好，誰先說？我先吧，你先，主動點。面對女嘉賓的眼淚，吊兒郎當、心懷不滿的男嘉賓終於有些動容了，主動拿過了話筒。首先第一點，就是很榮幸能給你過這個生日，然後我玩心還還沒收，然後你可能現在就是更想的就是穩定的家庭，然後我覺得我目前不能給你一個，所以說很遺憾。作為比你年長幾歲，但是我覺得可能沒有你經歷多，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像哥哥一樣，然後對待你一樣，然後如果以後有什麼需要幫助的，然後可以聯繫我。其實今天認識你我也很高興，但是我覺得我們之間還是做朋友比較好，因為我想找的是一個有事業心，然後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一定的收入。今天你給我過的那個生日我很感動，所以我們還是做好朋友嘛。這個應該講的是什麼呢？就是不完美的結局當中最完美的時刻。很感動，我覺得兩個人可以正視自己的感情是一個好事，認識到自己想找一個什麼樣的人，這是愛情。但是我覺得今天最有意義的就是
在你20幾年的人生生涯當中，終於過了一個圓滿的生日，這也是一種收穫，對不對，梅梅？是的，不一定是收穫愛情才會有收穫。我覺得凡人有喜帶給我們所有來到這個節目的嘉賓都是有收穫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沒有成功，但是沒有關係，把他當成哥哥，以後你可以經常幫助他，好不好？好。因為他太孤獨了，實話啊，他真的太孤獨了。有時候有什麼困難都是自己一個人扛着，大膽的給他打電話，沒有關係。祝福你們2位，好吧？他是媽媽眼中的乖兒子，妈妈兒子還是多聽話的，脾氣還是多好的，多優秀的，又不亂花錢，也不行，也不光夜店兒。一坐下來，女嘉賓就尖銳提問男嘉賓該如何作答。男嘉賓、女嘉賓問他是不是處女，你覺得你會怎麼看你在不在意？男嘉賓到底做了什麼，竟讓女嘉賓產生這樣的擔憂？所以說我也不敢確定他以後在外面呢，或者是找什麼小姐之類的時候，有什麼好在意的呢？即使是比如說今天你不是我的，明天也許你是別人的，那很正常啊。女嘉賓最後有沒有消除疑慮，和男嘉賓牽手成功？凡人有喜即將為您呈現。那今天的第2輪相親的這位男嘉賓呢？哇！他是一位地道的重慶出租車司機，聽一聽他的夢想哈。他說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希望以後結婚啊，他的媽媽、對方的媽媽、他的爸爸和對方的爸爸能夠一大家人住在一起，他一定會買一個大房子讓他們住在一起，這就是他大大的夢想。接下來我們就去認識一下這位出租車司機。大家好，我叫周龍，來自楊家坪直港大道，身高1.69米，今年27歲。從事的職業是出租車司機，月收入6000到8000不等。本期交友男嘉賓周龍，27歲，身高1.69米，職業出租車司機，月收入6000至8000元，婚姻狀況未婚。大家好，我是周龍的媽媽。我經常看你們的凡人遊戲啊，感覺是真人真事的嘛哈。看到我們周邊嘛，都是那些都上你們節目都成功的。我希望就是在你們那個節目找一個就是兒媳婦嘛，安心過日子的媽媽兒子還是多聽話的，上班那些還是很誠實的，就是說又不亂花錢，也不行，也不光夜店兒，上班那些是上班下班又不亂花錢，是個安心過日子的兒子。兒子的還是脾氣還是多好的，多優秀的，娃兒很有孝心。找到他過後啊，覺得對他的就是女嘉賓的爸爸媽媽嘛，覺得是100/100順那種的嘛。女嘉賓嘛，就說一個是顧家的嘛，有孝心的嘛。最好是女嘉賓那邊呢，都是有住房最好，可以2邊住嘛。我們那邊房子還是有點窄。哦。那我的擇偶要求呢，年齡跟我相差上下5歲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身高呢，能不比我高盡量不比我高就最好了。我喜歡的另一半呢，是說比較接近於嬌小可愛、方便攜帶的那種。然後性格上呢，喜歡他比較張揚一點，像我這樣大大咧咧，比較外向一點。男嘉賓的擇偶要求：一、年齡上下相差5歲左右，身高盡量不比自己高。2、身材嬌小可愛，性格外向，大大咧咧。3、最好有自己的住房。好，現在看到的是我們今天的第2位男嘉賓，是一位出租司機小伙子他比較特別的點是帶着媽媽來相親。說真的，媽媽真的是個加分項，可以看一下阿姨的皮膚很好，頭髮也很精緻，而且眉毛也好精緻，穿的衣服指甲都做得很棒，而且阿姨還一直在說我兒子很優秀的，我兒子非常的孝順提供了一個媽媽的人格擔保，也真的是很棒的。但是我會覺得今天來相親的女嘉賓壓力會很大，因為未來的婆子媽這麼的講究，那如果說你的顏值或你的精細程度還比不上婆子媽的話，將來的話可能在這個家裡會比較沒有地位，而且有可能還進不了這個家門了。所以今天的女嘉賓會是什麼樣子，讓我們拭目以待。特別着急您兒子的事兒吧？還是有點嘛，想娃兒還不着急吧，覺得大人嘛都想安個家嘛，的時候找一個來嘛，把他管到點嘛。哎，周龍，我問一下你啊，你最大的願望是讓2家人生活在一起，你覺得他們能生活在一起嗎？我之前也這樣說，但是我覺得不切實際。但是我想的是這樣的，反正我覺得
喜歡一家人住在一起的那種感覺，還是很孝順哈。其實從這一點看啊，孝順的，有嘛又很體貼人那些。還有說我有哪兒不好那些，非要抱我們去看吶。真的啊，抱的抱啊。我跟娃兒那些都沒啥子代溝的，反而都覺得出去的話，跟他們出去旅遊啊，哪呀都會就是耍得起嘛那種嘛。他要是給您找個姑娘回來，要是對那姑娘特別好的話，您可以我當幺兒抱起走。我爸媽的那個是比較前衛的，不是那種屬於封建的那種，非常前衛，跟我差不多了都已經。啊，不是那種愛吃醋的婆婆。不會不會，他們思想比我都有時候還要進度還要快一點。看來一家人都是屬於歡樂派啊。好，今天呢專門為了找這種符合你個性的女孩，我們找了一位幼兒園老師。好，謝謝謝謝，還有愛心那種。你們滿不滿意這個職業？可以。看來媽媽對這位即將見面的職業是幼師的女嘉賓很滿意呀。那她到底是誰呢？我們先來認識一下她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月，今年23歲，然後是一名幼師，體重是90斤，然後身高1.6米，然後我的月收入是3000多。本期交友女嘉賓小月，23歲，身高1.60米，職業幼師，月收入3000元，婚姻狀況未婚。那麼我的那個擇偶標準，首先年齡應該在27、8，看上去比較成熟穩重。其實根據外表看重，我更看重內在，因為畢竟以後能夠長期的過日子嘛，所以說我希望就什麼就是很帥呀，長得帥這些啊，我覺得那個主要就是看心理。女嘉賓的擇偶要求：一、年齡27歲左右；二、外表不重要，內心成熟穩重。來了！我想一把都推給他。哪個是嘛？你覺得哪個是？你想哪個是？一個短頭髮，應該不好意思那個才是啊，耍手機那個是啊。好意思，啷個那個好意思嘛？大大咧咧的。阿姨覺得哪個？我也估計是那個，他感覺不好意思嘛，那個看見了那個。阿姨您站過來點。哎，我不好意思呢，我不好意思。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呀？你好，過來呀，兩位都過來呀。過來嘛，都長得那麼好看，都穿得那麼青春。好，兩位美少女啊，剛才阿姨和周龍統一投票，覺得誰是女嘉賓來着？投錯了。我是想的那個應該跟我一樣的，很不好意思嘛。結果我們的女嘉賓一出現，就果然是個悲劇嗎？其實也不算，應該是一個喜劇。因為女嘉賓呢帶着自己的親友團來相親，結果男嘉賓的媽媽和男嘉賓都認錯了，都認為親友團才是今天來相親的女嘉賓。哎，情何以堪？所以兩位閨蜜回去要絕交嗎？會不會覺得平時大家明明顏值一致，結果來相親呢，竟然閨蜜勝出我？憑什麼？難道你有什麼不一樣的表現嗎？難道你就是那麼有心機嗎？其實不是，主要是因為今天閨蜜看上去很羞澀，而我們的女嘉賓呢大大咧咧的，所以會給男嘉賓的媽媽和男嘉賓造成一個誤會。但不管怎麼樣，兩個人終於是見面了哈，而且女嘉賓的職業呢又是幼師，也非常受歡迎，這個職業年齡呢也很小，23歲，所以今天能不能在一起呢，還要看看。來認識一下吧。你好。女嘉賓、男嘉賓最重要的一位親友團媽媽，哎，提前見那個醜媳婦見公婆啊！來握一下手吧。你好，阿姨。哎，你好，辛苦了，龍月。不是這天兒吧，下着雨，你說到哪兒去約會呢？我真的是不是後邊有個那個茶餐廳，我說要不進去吃點點心，喝點飲料什麼的。正好我沒吃飯，你也沒吃飯，我也沒吃飯，我真的沒吃飯，我也沒吃飯。吃飯啥？隨便走。喜歡啥子妹兒來？喜歡吃中餐嗎？吃火鍋？哎呦，阿姨啊，你說吃啥子就吃啥子，反正职崗都是吃，那是反正美食一條街，吃啥子都。我也覺得不好意思，吃啥子我帶你去吃。看你們嘛，還是吃中餐？去坐一會兒，我說。他已經然後再出來。到下面去坐一下嘛，有水果那些吃了子。好可愛呀，是不是哦？天哪，我根本不需要說任何一句話。你看你想吃什麼？阿姨就說。因為之前來的時候我就想到了，然後裡邊我點的有東西。真的呀？哎呦，那走嘛。好好，對不對？这阿姨好好啊。
好，来，既然大家都那么热情，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太开心了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个性都很好。你每年都高兴的开心啊！好，来，我们就先进去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有时间看电视不？我看電影比較多，下班回來凌晨喜歡在床上自己看下電影啦，看一些視頻短片。但是最近那麼火有一部電視劇你都不曉得吧？歡樂頌，不曉得呀？我們最近一直都在追那個歡樂頌，正好不是有一個話題搞得很火嘛？邱瑩瑩和她耍那個男朋友噻，就是在一起吃飯，那個男的突然就問那個邱瑩瑩問他是不是處女。男嘉賓問女嘉賓說他是不是處女？你覺得你怎麼看你？你是不是處女那幾個字眼，你如果不說的話，我可能有好多年都沒聽說過那個對白了，真的沒聽說過，我想都想不到那一點。會這樣問女嘉賓吧？你建議不？我頂多會問的最不好聽的也都是隨你談個幾次戀愛吧。很正常是吧？是不是？啊，那個是不是那個？我覺得都有點扯把子。就這樣你說，就是說心裡能不能接受，在不在意？幹嘛要去在意他呢？有什麼好在意的呢？即使是比如說今天你不是我的，明天也許你是別人的，那很正常啊。為什麼呢？女嘉賓不反問一句，你還是不是處男呢？他太喜歡他了噻。啊，當那個女嘉賓問到我那個電視劇裡邊那個男的問的那個問題之後，啊，我自身倒不覺得有什麼。我也不會太在意這個問題。女嘉賓的表現是讓我大大的吃了一驚，因為她看上去是那種非常的害羞的、很青澀的那種形象，但是她竟然提了一個好尖銳的問題，就是最近的《歡樂頌2》裡面的一個爭議點，就是關於處女情節。其實處女情節這個詞我都覺得很老了，因為很久我也沒有寫過了，在我的專欄裡面，在前幾年的時候還不少女生會提到這個問題，然後現在呢，可能大家會覺得這種事情已經不值得拿來探討了。雖然我們知道直男癌患者當中介意這個問題的大有人在，但是我們的男嘉賓他的回答其實我覺得非常得體，他一直都在以一種很好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，可能看上去很尷尬的那種局面。比如他會說，哎，他們為什麼不問一下那個男生你是不是處男呢？他為什麼不怎麼好意思在這種大庭廣眾之下去問這種問題呢？其實我覺得這些回答都是挺好的。比如說我在跟你兩個耍朋友，我們兩個都很相愛那種，媽那會兒他不喜歡那個就是女孩，你會怎麼做？在我屋頭不會發生那種情況。那麼有自信？非常有自信。我在屋頭是屬於那種，凡是我喜歡的媽老漢兒從來都沒有說過否。比如說有一天媳婦兒跟婆婆發生了矛盾啊，這個你要怎麼處理？突然為了有一件事情，好，然後你做了對婆媳她不滿意那種做法，然後那個媳婦她也非要這樣做，她要堅持自己的原則，然後婆婆她又覺得這樣做不對，兩個就突然發生了矛盾，這個怎麼辦呢？啷個說手段可能不好聽，跟我自己的一些小聰明的話，應該那種事情化解它應該是很容易的吧。哦，男嘉賓說，他說就是說在一起之後會跟父母生活在一起，但是給我自己的感覺我並不想，因為也不知道情況住在一起會發生個哪些事啊，因為現在畢竟婆媳關係那種很麻煩嘛，而且也很多。雖然男嘉賓有自信能處理好這些問題，但是女嘉賓還是有些擔憂，而一直在旁邊認真觀察的媽媽終於忍不住出場。你放心，你說覺得我們兩個婆媳關係上，我那個人就是那種的是，我是對娃兒啊，對媳婦啊，絕對是當成女兒看，絕對沒得啥子歪心的的哈，覺得你是外頭的，我把你吼的，我們那個大的個媳婦兒是結婚10幾年了嘛哈，我們兩個從來沒鬧過矛盾，就是我們的家人都很和諧那種。比如說有什麼就直接當面就說出來那種。就是我們兩個有啥子呢，我們就說，你說娘娘有啥子不對頭，我說你啥不對頭，我們兩個都馬上都化解了，都覺得不藏到心裡面。因為有的就是婆婆要給媳婦在表面上看起很好啊，好。對到背後啊，這個時候就說啥子我那個兒媳婦呀怎麼樣啊，才挑撥呀那種。那句話我從來不得外頭。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嘛，對的，我曉得也有那種人哈。所以家醜不可外傳，有啥子話的哈，只能從我們在家裡面說哈。
都划简了，我也不能记到心上。婆媳关系也有，那种儿媳妇也有很古怪的，婆也古怪的，都是看你啷么相處。但是老的说實在的，那個是說傳統的，都是老的有同心兒語的孝心，那是一方扣一方的，也不是說哪個都是啊，你這個倒比媳婦你先做累了回來，給你洗下衣服，弄好飯也很正常，也沒啥子的。你說你為啥子的哈？我要給你洗衣服，我不啥子人，我只有得空，不管娃兒衣服、媳婦兒衣服啥子，我都可以洗，我不成那種分得很清。你的衣服我幫你洗，我從來沒得這種得。那最後我們兩位嘉賓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？最後1分鐘的思考時間交給你們，還有什麼話想跟對方說？我嗎？你們倆？我已經沒話可說了。為什麼？我剛才不是已經說了嗎？因為我沒讓你去書店。沒有啊，我是說滿意呀，還說什麼呢？哦，好，他的內心還是滿意的，你呢？就看他最後的態度嗎？對吧？看他最後的態度是怎麼樣嗎？我的意思是進去選說，就是說你喜歡一個女嘉賓，比如說你要跟她告白的話，你會選什麼類型？你進去別。好，那接下來最後的選擇時間交給我們的男女嘉賓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，一路上收藏點點滴滴的歡笑，留到以後坐着搖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，直到我們老的哪也去不了，你還依然把我當成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們就這樣，如果女嘉賓接受男嘉賓手中的這本《吃人之愛》，就等於接受了咱們男嘉賓給彼此一個交往的機會。但是如果沒有的話，兩人分道揚鑣，男嘉賓自己回去消化一下這本小說，下次再帶來現場跟下一位女嘉賓交流，好嗎？好啊。好，接下來請兩人相對而立，面對面站啊。好，我數3、2、1，3、2、1，請選擇。拿着這本書，咱倆一起回去看。我先說一下我的看法吧啊，首先哈，今天第一次嘛，要是看到你媽，首先我覺得很熱情，就單方面的我們幾方面了解，我覺得就現在還有其他的外界因素呀，我覺得了解的還不是夠徹底。嗯哼，繼續說。所以說呀，因為對感情這方面我們都要負責任，是吧？所以說我覺得我們就是在相對而言，就是了解的過程當中太少了。對，所以說我暫時還不能接受你的這本書。對，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是要，我覺得這樣我當事人太草率了，我覺得。好，再了解一下。我的看法。出去之後再慢慢聯繫唄。節目的最後呢，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。為什麼是開放式呢？因為女嘉賓說我們可以從朋友做起，慢慢的了解。其實我相信，如果最後的表白階段，我們的男嘉賓沉靜一點的話，我相信今天有可能已經是牽手成功了，而不是這樣一個退一步的一個結局。因為我們可以看到，在整個表現當中哈，男嘉賓顯得很浮躁，而女嘉賓是希望你能夠靜下心來看1、2本書，或者你好好翻一翻。你表白的時候，你送給我一本書是《吃人之愛》，男嘉賓覺得，哎，這個標題好，這個標題就是代表了我對你的一片痴心，我是一個吃人之愛，多麼的感動。但是男嘉賓，你絕對沒有看那本書，如果你但凡打開封面看一下故事簡介，你都不會拿這樣一本書跟女嘉賓表白，所以太浮躁了，多多沉靜一下。女生會對於沉靜的男生呢產生一種